在19世纪末的北欧岛屿上，一位男人坐在海边，开始向着镜头告诫。他是一位冰岛人，一位向导，也是一位无神论者。他的名字叫做拉格纳，负责把主角安全送达到目的地，并且帮忙修建教堂。而卢卡斯是一位丹麦牧师，他被教会派遣深入冰岛并监督教堂的设立。这是来自电影《神选之地》的剧情。两个角色在片中不断堆积彼此的对立关系，直到主角卢卡斯在第一章落马后被弃在野外。摄影机原地旋转360度，来展现出这片广阔的草原。缓慢的运镜描述了孤独且无助的样貌，也增加了最后揭晓主角死亡的力道。大自然作为一个冷漠的旁观者，静静地看着他腐朽。经过无数个日出与日落，任由雨水冲刷，任凭寒雪覆盖，时光流逝，四季更迭。夏天吞噬春天，秋天又吞噬夏天。虫子吃掉马的尸体，鸟儿又吃掉了虫子。这些镜头都在赋予观众四季的印象。电影里的另外一个360度的运镜手法，则是展现出了生机。在这个场景中，镜头缓慢地向右移，从表演手风琴的拉格纳开始，画面塞满了各自活动的人群，他们互相交谈，彼此共舞。可以看出，农村虽然很小，但是却充满着活力。然而，在看似和平的表面之下，还串流着主角两人的对立关系。其中的一个对立用了派对上的摔跤游戏来表现。摔跤游戏原本是大家作为茶余饭后的休闲活动，但是主角两人一上场，气氛就变得凝重了起来。画面转为暗淡，背景的观众也从孩童换为了成年男性，比喻这已经不是一场儿戏，而是男人之间的对决。他们彼此使出全力，嘶吼着，谁都不想认输。这时候雾气逐渐变得浓厚，直到覆盖了整个山顶，暗示即将到来的灾祸。山这个看似不重要的背景物件，却在电影里时常出现。它沉默地在酝酿，并且轰隆作响，或是被云雾缭绕，透露出危险和神秘的气息。雾山的第二次出现是在拉格纳要求卢卡斯为他拍照，接下来出现一系列的静态画面，更像是一张张的照片。这组画面出现的第一个人是安娜，也是卢卡斯中意的对象。接着是邮差，左右各牵着一匹马，就像安娜与艾达一样密不可分。教堂的大合照中有一个特别细节，所有人都是先闭上眼后才睁开眼睛。除了连接上一幕躺在马上的艾达，也像是对观众抛出一个疑问：主角所在的农村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再来是拉格纳的狗，动物在片中大量的出现，并且相当具有灵性，甚至是神性的。它时常在观察主角的一举一动，并且带有上帝一般的审视眼光。卢卡斯理想中的自己，他不畏寒冷地背着照相器材，显现出挺拔与坚定。一位曾经的翻译兼好友。有趣的是，电影里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个人的名字，但是又暗示着他与主角有着亲密的关系。接着是拉格纳以及其他冰岛的在地人，最后带回了老牧师的镜头，并且拉近，我们似乎能够听到他在开头对主角说过那些话。然而卢卡斯并没有信仰坚定地完成任务，他没有赦免向他忏悔的拉格纳，反而愤怒地将对方杀死。卢卡斯最后选择逃离农村，此时的雾山已经完全被云雾所覆盖，代表主角的旅程走到了尽头。卡尔追上主角，并且将他处死。这幕的背景也出现在卢卡斯的旅行开始之际，他曾被远方的声响所吸引，但是这个地方特别在哪？为何两个画面会有所连结呢？而卡尔又是为什么要杀害卢卡斯？在开始分析这些问题之前，我们先来了解帕马松导演在构思剧情时的想法。海纳尔·帕马松是一位冰岛人，他在撰写剧本初期时想要叙述的是对立关系，像是丹麦与冰岛的国情、文明与野蛮的冲突、现实与理想的差距，或是语言上的隔阂。就连电影的标题都分别用了丹麦文和冰岛文的译名，并在背景选择了与其相反的国旗颜色。但实际上，这两种语言都和英文的标题 Godland 有着不同的意思。
比起神选之地，更是一指荒凉之地。或许这也是主角卢卡斯看待冰岛的心态。当他刚抵达冰岛的岸边时，天气寒冷又下着雨，他背着沉重的相机，走没2步就跪坐在地上。电影持续对立出冰岛的美丽与可怕之处，先是用地上的花朵和活泼的小动物来塑造乍到此地的新鲜感，接着展露出严酷的地理环境与变化多端的气候。摄影师 Maria von Hauswolf 用极具电影审美的镜头捕捉景色与人物，4:3的画幅比例配上圆角的四边形画面，除了让人物的表情更加容易做特写以外，也仿照了卢卡斯从大画幅相机内所看到的景象。与神选之地同年的作品《107年的女妖》和《地中海发烧友》都有着相似的地方，像是角色之间的紧绷与张力和内敛却饱满的情绪。本片则用了年轻文弱的卢卡斯对上年迈健壮拉格纳，以2人所产生的对立与冲突来联系出丹麦与冰岛之间的殖民历史。Jeg Lukas. Resten. Dermed huge. 电影的其中一幕是导演记录父亲的马死亡后凋零的过程，前后共历经了2年拍摄。随着季节更替，马的尸体逐渐与大地融为一体，最后甚至长出了鲜花。在这一片寂寥的死亡之中，诞生出了新的生命，给了帕马松导演更多的想象空间。Way of capturing time passed by, capturing how much actually life is in death and how much is going on without us knowing is something that I became very interested in, and it sort of started to eat into my other projects like Godland. It started connecting very much to Godland. 若信徒在生前犯有未经宽恕的轻罪和各种恶习，灵魂就会下到炼狱受火炼，净化之后才可以进入天国。大多数东正教、基督新教都认为圣经没有直接提及过炼狱，所以不接纳炼狱的概念。但电影里并没有直接指出主角所属的宗教派系。我认为卢卡斯在落马之后就死亡了，他的灵魂徘徊在炼狱里，接受着考验。这个大胆的假设能够合理化许多不能解释的内容，并且在电影里有多个证据能够来指出此理论的可能性。我们来看第一章节是怎么结束的。首先是卢卡斯体力不支后坠马，拉格纳一行人试着将他移动，但最后还是选择离开。镜头仔细地环绕四周，让观众清楚地理解到主角被抛下的事实。最后的画面落到卢卡斯憔悴脸庞上，仔细听他的呼吸声在最后一刻确实停止了。前面提到过，山在电影里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。在开头之时，老牧师曾经警告过主角火山的危险性。Mange flytter fra østkysten på grund af vulkanen, der er gået i udbrud. Vil det have nogen betydning for min rejse? Nej. Jeg passerer jo nok ikke lige forbi vulkanen. 当主角越是靠近火山，也就越是远离原本的任务，同时也在说明卢卡斯逐渐失去他的信仰。另一方面，火山也代表着主角的丧钟，他一直都在前半的剧情中保持存在感，隐约的在暗示这趟旅途充满着危险，直到最后的爆发。岩浆如同是对卢卡斯降下的火炼，惩罚他生前曾经犯下的罪行。因为他不听从向导劝告，只要过河，傲慢的态度害死了翻译员，也丢失十字架。此后，卢卡斯的情绪就变得非常不稳定，他对自己的决定感到愤怒与懊悔。意大利诗人但丁曾经在他的著作《神曲》里提到过，炼狱是一个接近人间的地方，四面环海，像一座螺旋形的高山。而冰岛确实是一座四面环海的岛屿，山的特写镜头也若有所指的持续在出现。第二章节以水下的镜头做开场，接着视角不安定地从水底浮出。卢卡斯全身赤裸在地下室醒来，表情困惑，而且许久之后才开始说话，如同子宫内的婴儿刚诞生到这个世界一样。事实上，他的第一句话是由卡尔所引导出来的。卡尔是农村的主人，也是上帝的使者。他负责观察卢卡斯是否可以放下姿态，并且原谅敌人。
所以在餐桌上展露出了咄咄逼人的态度，并且说了一个谎来考验卢卡斯。Ragnar har været meget hjælpsom gennem det hele. Siden det var ham, der bragte dig hertil. Mere død end i live. 拉格纳此时故作镇定，但还是慌了手脚，把酒给打翻。因为前面我们已经知道他并没有救卢卡斯，被卡尔这样一说，让他感到非常的心虚。拉格纳从第2章开始都在与自身的罪恶感拉扯着，他希望能成为上帝的仆人来获得赦免。Hvernig get jer? Har du det Guds mat? 原本作为像的他，现在却成为了被卢卡斯监控的对象，因此他对主角的态度也因为地位的转换而有所改变。但如果前面说过拉格纳一行人确实抛下主角的话，他就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或许这是上帝的安排来考验卢卡斯的信仰。他并不一定是拉格纳本人，而是一个假说。如果他是拉格纳的话，可能会怎么表现的一个意象投影，也可以看作是导演为了持续让2个人保持张力的一个手法。但不幸的是，卢卡斯并没有通过这层考验。他不但没有原谅拉格纳，还将其所杀害，并且和卡尔的女儿发生了关系，犯下了杀人和色欲等罪行。所以最后卡尔才会将逃走的主角给杀死，让他回归到最主最麻的时候。Jeg er ked af det, Lukas. Det er jeg virkelig. Men du må være faldet af din hest. 至于卡尔的角色设定，可以参考圣经里罗德的故事。罗德的典故出自于希伯来圣经的创世纪篇章。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子，也是摩亚人和亚门人的始祖。当亚伯拉罕接受上帝的吩咐，离开家乡乌尔，前往迦南地之时，罗德也随同前往。在迦南地有2个城市，叫做索多玛与蛾摩拉。罗德受到神的恩典，并且在索多玛城附近的平原过着富有的游牧生活。但是因为后来索多玛与蛾摩拉发生战乱，所以上帝决定要摧毁这2个沉溺于罪恶的城市。于是他派遣了天使去营救罗德一家人。罗德的女婿并不相信天使说的话，最后只有罗德和他的妻子以及2名女儿逃离。天使告诉他们往山上跑，途中不能停留，也不要回头。这时候上帝从天上降下了硫磺以及火焰，把索多玛和蛾摩拉城以及附近的所有一切都毁灭。罗德的妻子忍不住好奇心，回头一看，立即就变成了一根烟柱。后来罗德与2位女儿搬迁到了附近的山里居住。女儿们认为上帝摧毁了世界，或是至少他们的家乡已经被摧毁了。为了避免绝后，大女儿把父亲灌醉后与他进行乱伦，隔晚小女儿也随之照办。大女儿生下了摩亚，小女儿生下了亚米，即是摩亚人和亚门人的始祖。从故事之中，我们可以找出与电影互相呼应的地方，像是罗德从家乡前往迦南地，就像是卡尔一家从丹麦搬往冰岛。罗德的妻子在逃跑时回头变成岩柱，所以在片中卡尔的妻子从未出现过，也不曾被提及。卡尔拥有2个女儿，就像故事里的罗德一样，并且他们想要繁衍后代，于是就有大女儿安娜率先与卢卡斯发展出关系。这些神学故事的联想，让我们扩大了电影的不同可能性。但是有时候不能被理解的镜头，也有可能是导演自己特爱的拍摄手法，或是个人风格的展现。像是帕马松以往的作品都讨论了尊严这个主题，角色们争夺尊严的方式，通常会用突如其来的暴力来呈现，因为情绪在堆叠的过程中是非常压抑的，直到最后一刻才爆发出来。例如兄弟之间的戏强，或是同事间的冲突。经常可以看到男人们为了尊严而扭打成一团。神选之地除了讨论尊严以外，还探讨了关于人性的其他层面。从电影的第一幕角色对谈布局，就可以看见帕马松如何展现人物的权力与傲慢。首先，卢卡斯唱出了上楼接见老牧师，接着看到桌上摆放着大于1人份的丰盛食物，左边的人从容不迫的用餐，右边的人正襟危坐着。背景的窗户按照比例的将画面分割出了界限。老牧师伸手取食，超过了中间线，食物的摆放也同样的超过中间，这些都在象征着他的权利，表现了强者从弱者身上拿取或是掠夺。
老牧师的傲慢也间接地感染卢卡斯，让他觉得冰岛是一个蛮荒之地，并且以上看下的姿态在面对那里的人。事实上，导演的设定也是如此。一段在英国的 FT 时报与导演的访谈中提到，从历史看来，一些丹麦人确实会认为冰岛人粗鲁且丑陋，可能还散发出不好闻的味道。这简直像极了都市人对乡下人的歧视心态。19世纪末的冰岛才将要开始获得有限的自治权。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，一个丹麦的神职人员来到冰岛出任务，卢卡斯觉得对方应该要无偿的提供协助。Skal han have betaling? Skal hvad? Skal han have betaling? 帕马松擅长的使用他熟悉的事物，例如演员的选角。艾略特和伊格瓦除了在《神选之地》出演以外，也分别在2017年的《凛冬兄弟》和2019年的《白色吻痕》担任主角。在《凛冬兄弟》中，主角艾米尔身形瘦弱，缺乏男子气概。他试着在同级与爱情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地位与认同感。白色吻痕的主角莫多，在处理悲伤的同时，又遭受到来自过去的挑战，是一场在爱与恨之间的心灵搏斗。而导演的女儿伊达也时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之中。伊达虽然年纪小，却拥有相当的演艺天分，对事情的反应上有着灵巧的表现。同时，帕马松也喜欢摄影自己熟悉的环境，像是他的家乡冰岛。神选之地大部分的场景都是在他自小成长的地方拍摄。有了好的布景和演员之后，就能够为这些人与物写出符合他们的故事。Because I know them, so they just start popping up in my head, and the possibilities. It's like endless possibilities. I can push them differently, and I know sort of their physical and emotional presence. 导演的叙事方式会使用几种固定的手法，除了前面讲到的情绪冲突以外，他会置入像是相片般的人物形态画面，一方面能加深观众对人物的印象，另一方面则可以建立起角色与剧情的关联性。还有一个特色是会在电影之中讲述故事，像是关于男人以及狗的故事，为孙女所讲的鬼故事，或是民间的传说故事。也许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些故事中找到与剧情的直接关联，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信的，这样的手法给了电影更多的张力以及悬疑感。当美丽的自然景观配上民间传说，能为画面注入不一样的氛围，散发出诡异又神秘的气息。Þá leitaði hann upp einhvern einasta mýrarpoll í sveitinni og sleit í sundur og murkaði lífið úr hverjum einasta skítuga ál sem hann fann. 电影在开头提到的7张石板相片其实并不存在，导演透过了虚构的设定来为剧情建立起点。他想象着一位来自丹麦的牧师，背着相机行进冰岛，探索人文、探索历史与宗教信仰的故事。我们与卢卡斯一同目睹冰岛奇丽动人的脸庞，也体会到他冷漠且无情的身躯。神选之地不仅带有瑞典导演英格玛·伯格曼忧喜参半的宿命感，也承袭了安德烈·塔可夫斯基极具沉静的耐心镜头。Hvaðan kemur þú foss? Hvaða leið ferð þú heim?